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老玩具简单测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款，一个是一番赏的 SHF 圣刃 C 把，一个是普通的圣刃 SHF C 把烈焰之剑。我们先来看一下盒子，盒子在一定程度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背面吧。背面这边它是没有啥的，但是在一番赏这边它是说明了它这个系列会有时王零一和创奇，还有一个当然还有一个灭，但是那个东西太贵了，大家就不用去想了。背后的话也没什么奇特，然后在另一个侧面就会有他们分别模型本身的一个峰会。所以你如果是买这一个版本的话，你买回来就算你把这一套收齐了，盒子看起来是不太舒服的，这个要提一下。在正面的话就是一个大开窗，里面都会有一把剑，但是不会有小剑，这个还剩下就是一个手型，然后它的本体。从盒子正面来说的话，这个它原价是卖230多，现在是卖170左右，二手的话当然这一个的话它价格一直保持在180到230左右，之前会更贵，是在270左右。但是因为它有一个一番赏抽奖的性质，所以你哪怕运气好的话，几十块钱就可以把它给买到，运气不好的几百块钱你也不一定能抽中它。所以看完外包装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内塑啊，首先盖子我已经打开了，左边是一番赏，右边是普通的 SHF。 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的版本里面它会多出来一个手型，这个手型是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手型是类似把两个手指往前然后勒住剑，你也可以比喻成在抠什么东西的感觉的一个手型。一番赏的版本里并没有。而且提到圣刃 SHF 大家会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手背甲的原因。手背甲普通 SHF 没有，那它也是没有手背甲，需要你自己去替换。那武器和主体我已经拿出来，然后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武器和主体。首先是来说一下这个剑啊，我这边一番赏的这个剑已经掉漆了，大家会发现我上面会有银色，对吧？其实这两把在之前都是水泥剑，就是它是灰色的剑，但是我是用油漆笔我去涂了它，所以其实它们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你买来两个都是水泥剑，不会存在它是一番赏，所以它会做的特殊一点。这种东西万代可太习惯了。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右边是我还是缓过来吧，左边是一番赏，右边是普通 SHF。 这里我要提一下，普通的 SHF 这边手臂我是用金属色涂过的，然后裙甲是改了一个，因为工作性质啊，我是改了一个可动的布置裙甲，但其实后来改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多大区别和必要性。那一眼望去大概一看啊，就可以发现在一番赏这边它的右手臂和整个右块胸甲都是采用一个透明件，在本身右边原色基础红色基础上就变成了透明件，而且在腹部包括是它的披风，在原版的披风上它也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成型件的红色加上一个灰色，并没有做出什么区别，反而是在一番赏这边它在灰色的情况下把它改成了一个有点乳白色但并不透明的一个质感。在后面可以发现它的后背甲还有这个地方还有它的腰带，包括在领口这些位置都是采用一个透明件，在原版模型上这些位置它都是采用的一个成型件的分件，看起来也是特别舒服。其实这种透明件你在一个黑色的主体上很难去观察到它是这么一个表现，用透明件是一种新意，但是它这么做的话其实还是弊大于利的。而且大体视角看下来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啥，我相信你们去购买这两款产品在思考到底买谁的时候，除了价格问题会考虑到一个可玩性，因为在原版它的手臂和胸甲这些本身就是一个成型色，看起来是非常拉胯的，你买回来你想着既然都这么拉胯了，我不如去选择一个透明的手，对不对？那现在我要提一下，我其实这个东西买回来过后我发现特别大的一个问题，除了它的透明件非常炫酷，它的胯部居然采用的是一个黑色的分件。虽然它是一个防穿帮，你看里面它都会用到灰色，但是外面这个地方就用了一个黑色。你如果它是一个黑色的骑士或者是其他颜色骑士还挺好补色的，这个灰色属实是非常难找的一个地步，并且在它整个手臂的手腕和手肘关节处看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再看一下连接件，连接件的地方我可以说是透明件比较脆，我不会用它来做连接件，因为容易断掉，但是在里面它的呈现并不是让人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在把玩过程中啊，我要给大家提一点，就是它因为是采用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设计，所以它的左右手关节和设计是不一样的。
我会发现这边它是一个龙头，连接到肩膀上可以往上抬，而这边的肩胛它是连接到手臂上，是一个大手跟，平时之前的 SHF 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往下拉。那问题来了在哪儿？它的右手是有一个一体性的大臂旋转关节，大家会发现这个红色它往上抬升了很多，它不会像右边这样，你掰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断层了，看起来非常不舒服。而这边右手它就是一整条，你动起来的话，你说影响可动吧？把手往前掰了，这样转一圈，你除了花纹能让你觉得这只手在动，其实看不出来。而这只手你只能前后，你没办法360度。我们可以说这个动作人也办不到，对不对？你玩的时候能不能用到，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然后这款玩具我要提一下，就是什么呢？在腰部这里可以看到，里面它的这个塑料件是采用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你乱扯它不会断，但是如果年份吃久了，这个地方你玩多了它会撕裂的，肯定会撕裂，并且它是一名剑士，说明他的身上会有更好的可动，但是我发现他的可动胯关节正常的一个表现，但是在脚腕的接地性上面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以至于我想用它去打一些武术造型，都非常让我伤脑筋，还不如其他的某些 SHF。 所以这一个版本的话，你买来你拿它来可玩性并不大，而且在这些颜色的位置会出现穿帮。而这个原版的话它也会有缺点，比如说我说成型色，你当然也可以10块钱买一个金属马克笔俊士的，对，我又推荐大家来涂一下，很简单的涂装就成了。关于我这个书本上的这种小贴纸也是自己买来贴一下，看起来比较风韵一点。这个就是我对他们两个对比起来的一个评价和一个单独模型上它存在的一些缺点。是款很不错的玩具，够美观，包括之前有博主提过它的这个头标这些位置容易摔断，你好好玩一个玩具，它肯定是不会断的，毕竟我天天也是在玩。这是一期非常简单的节目我没有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毕竟很多 UP 主都做过他们的东西，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我比较深刻的一个对比，其他的也帮不上忙。当然这期节目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3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讨论。胜任的其他几个产品我也是买齐了，也是在不停的把玩，也会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把玩感受，主要是其他几个数字也不是很好，这让我挺大打折扣的，估计那几个也会被我在接下来拍完即将上映的一个定格后就会全卖掉，所以在那之前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是孙江，我们下期再见。